印度方面要求解放军从一个叫做温泉的地方撤军，要求解放军能够允许印度方面重新进入德普桑平地的一带进行巡逻，这等于是要求解放军从自己的领土上撤退，把大好河山平白让给印度。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的话题我们说一说印度为何把第13轮军长级的会晤谈崩了。整个印度的舆论都没有清醒的认识。10月1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印度军队代表在西线边境的丑说勒附近举行了第13轮军长级会谈。和上一轮会谈不同的是，这一轮会谈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印度方面对于解放军提出了一大堆难以接受的要求。解放军西部战区发言人在会谈之后指出，印度方面坚持不合理也不切实际的要求，给谈判增加了困难。我们很难理解印军在过去几年反复吃苦头，为什么现在还不现实一点呢？印度方面的具体要求内容目前还没有充分的公布，但是从印度媒体已经披露的蛛丝马迹来看，其中至少包括了这样一些内容：印度方面要求解放军从一个叫做温泉的地方撤军，要求解放军能够允许印度方面重新进入德普桑平地的一带进行巡逻，这等于是要求解放军从自己的领土上撤退，把大好河山平白让给印度。对印度军队的战斗力通过班公湖北岸的多次直接交手，班公湖南岸的枪口对枪口，热青山口的鼻子对鼻子，我们基本上就清楚了。无论是用冷兵器还是用热兵器还是用拳头，印军都不是解放军的对手。特别是加拉万河谷一战彻底的摸清了印军的底细。在加拉万河谷印军先动手打死打杀我军官兵之后，解放军就发了狠痛下狠手，印军溃不成军，抱头鼠窜，丢下大量的越线和伤亡的人员，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逃回的印军事后向采访他们的记者哭诉说解放军太野蛮了，追的印军是满山遍野的跑即使对抛下武器的印军，解放军也毫不手软，印军无奈只好跳河。由于地势非常的险峻，晚上又看不见路，慌忙逃跑的印军很多都摔下了悬崖。这个地方海拔高到4700多米，空气稀薄，再加上极其寒冷，导致很多受伤的印军得不到及时的医治而死亡，太可怕了。可以说这一仗非常有价值，让印军从心理上彻底服气。后面的那些近距离的对峙印军始终不敢再动手，更不敢开枪。其实在谈判举行之前印度军方可能就预料到了这样的结局。印度陆军总参谋长叫诺拉瓦尼对记者发表谈话，他说解放军在中印边境线进行了大规模的集结，应该是不会撤退了。印度陆军也决定不撤退，和解放军对峙下去。解放军今年冬天不下山，那么印度陆军也不下山。这位诺拉瓦尼私底下的印度记者说，解放军在中印边境当面进行了大规模的设施建设，而且一直没有停工。这件事情实在是太让人担心了。当然了，这位总参谋长在言辞上是不能吃亏的，他还是底气很足的说，印度武装部队做出了快速反应。作为印度的陆军的主官这么说话没什么问题，要鼓舞士气嘛。但是基层官兵怎么办呢？打又打不过，撤又不能撤，除了继续搞赖皮式的武装对峙之外，没有任何别的办法。印度媒体则发挥一向的特长，精神胜利大法，编一些子虚乌有的胜利消息向印度的民众报喜，用新华社的语言说是极其下作。不得不说，印度的政客、印度的媒体和印度民众的这种脱离客观实际的意淫式的互动，是中印边境局势长期不能稳定下来的主要原因。在印度媒体的煽动之下，绝大多数印度的网民要求印度军队坚决反击，把解放军要消灭掉。印度的政客们为了拉拢选民、获取选票，屡屡发表煽动性的言论，迎合民众，让整个印度社会都觉得印军对解放军占绝对的优势，只要印度的军队向前推进，就能够把解放军从青藏高原上赶走。
唯一的问题是印度政府和军方的高级将领胆子太小而已。或许有人会问呢，在1969年的边境冲突之中，印度领导人尼赫鲁不是采取了前进政策吗？然后和解放军硬碰硬的干了一仗吗？最后惨败的结局还不能够让印度的舆论和印度的政客们脑子清醒一点吗？但是如果我们研究一下印度内部对于1962年中印冲突的记忆和评论，就发现印度人是真的不知道当年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场战争到底是怎么打的，印度又是怎么输的，整个历史记载完全是莫名其妙。主流结论给出的失败的理由是这么3个：尼赫鲁不肯出动空军，美国不支持，苏联不支持。到了这一轮边境对峙啊，印度政客和媒体向国内传递的消息依然是非常混乱而且脱离实际的。印度媒体反复强调自己的边境上部署了5万大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印度士兵比解放军更适合高原作战，印度空军拥有从美国和法国进口的先进的装备，可以对解放军形成空中优势。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跟解放军认真的打一仗呢？把印度想要的土地都抢过去嘛？正是在这样的舆论作用之下，前来谈判的印度高级军官也没有选择的权利，只能向解放军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可以说啊，中印边境局势还会出现反复，这是我们意料之中的。好在如今中国的工业体系已经能够为解放军提供良好的高原驻训设施和条件。2020年到2021年的这个冬天，解放军官兵在西线边境高寒山地的驻扎生活和训练都比较顺利，在温暖的营房当中啊，度过了一个体验还不错的冬天。如果印度方面坚持不肯退，还要再来一场冬季对峙的话，事情结局也不会有什么变化，还能为解放军以及工业部门提供持续改进高寒山地作战、训练、装备和后勤持续优化的机会。当然了，印度方面可能又要上演老戏码了，向西方的军火商、山地运动和户外厂商紧急购买各种物资，包括帐篷、防寒服、睡袋等等，不但让外国人赚一笔钱，还能让印度的高级军官和政客们上下其手，再吃一笔回扣。作为普通的老百姓、普通的士兵，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国度，也真是挺悲哀的。好，这句话题就说到这里。